然后婉婉的话，这个赛季他在春季赛的那个招牌哪吒，其实出场率就变低了。是的，这个赛季就没有那么好的环境去让他的哪吒能够发育成型，所以只用了1次，没有获胜。来看一下 S 组的新版本的首战，蓝色方佛山 DRG， 红色方常山悠悠 G。看一下双方的班位上，哦，海月。直接搬海月的话，有点想出火舞或者是野合的意思。再搬一手张良，搬一手张良的话，想用少思源。来看常人悠悠 G 这边是决定搬杨戬还是搬少思源？搬了杨戬，搬杨戬放了少思源。杨戬的胜率还是有点太高了，近60%。看佛山 DRG， 看他少思源拿不拿？都搬张良了，我觉得可以拿。对，因为这边海月跟鲁班大师相当于是对着搬了，所以这一回合轮不到竞打鲁班的这个轮次。习惯就好。少思源，思源堂向来业绩四宝的少思源本赛季4局胜率75%，而且他现在的游走英雄池和紫阳是并列在游走的第一，都是累积了15个英雄。是的，他拿了少思源之后，后面就是配戈亚或者公孙离。然后看悠悠 G 这边的话，他是先出了一个夏洛特，然后再拿一手凯，再拿凯的话，那这边 DRG 他就不会出戈亚了。这夏洛特的选位会不会有点过高？我觉得这2手都是为了不让弗兰 DRG 拿戈亚，因为这2手一个夏洛特一个凯都是打戈亚好打的，一个有格挡，一个有减攻速。那这样 DRG 他就只能去退而求其次选公孙离了。先拿一手打野，大司命加少思源，这个组合胜率目前是46%，出场28局。如你所料，公孙离戈亚出不了了。但这样的话，悠悠 G 他就会出戈亚，直接反制你3楼位，直接把戈亚亮了。悠悠 G 这一手 BP 做的很聪明。是的，然后他后面的话，他应该在对抗路上面是会搬掉几个夏洛特这边打起来比较难受的，像司空震啊，我觉得像司空震、达摩、狂铁、孙策这种前期都能打的，但是孙策他不是很怕，应该就在司空震、狂铁、达摩上面做班位。而弗兰 DRG 开始搬重要的游走为英雄池，搬了一手朵莉亚。朵莉亚加凯加戈亚这个组合是比较厉害的。那空空再搬儿，一手空空儿。其他打对线的，要么就是带续航的。这里 悠悠 G 是搬火舞了，那 DRG 这边沈东西没搬，搬了一手墨子，还是考虑了发育路的一个对线情况。那悠悠 G 就可以选沈梦溪。这样看的话 ，DRG 他中路有可能就是个嫦娥，可能是嫦娥对到沈梦溪，也有可能是来手甄姬，然后把公孙离放到中路去，把甄姬放在下面。前期做换线，要考虑这个团战的情况，让甄姬团战的时候去干扰一下凯的突进。看是想要限制明仔还是限制云离了，做个取舍。然后看 UUG 他既然是对抗路搬司空震和狂铁这种情况下的话，那对抗路上就还会多个达摩和孙策。看 DRG 这边的一些选择了。按照花园自己的个人喜好的话，包括这个赛季的胜率，化为天空和大海，孙策你的回忆。花园这赛季还没有使用过孙策，但是我印象当中有一场比赛是应该是春季赛的时候，他们这个孙策加朵莉亚的体系。对 ，DRG 是孙策朵莉亚，还有加个异星，这一套玩的是很多的。对，因为他春季赛孙策用了10把，这个赛季首次使用。是的。邂逅，让我回忆起张飞更好一些。张飞加凯很肉啊。肉是挺肉的，然后张飞这个点的话是补足了一个对线，同时还具备着开团能力，因为他发现这下路好像你配戈亚有点难打了，要不然就是来个桑启嘛，来个桑启有这种续航也可以有点进攻性的，但是感觉配张飞这边考虑团战层面上好像会更舒服一点。其实我感觉他们队友解是想要配个墨子之类的打抢对线，然后把下路打穿，然后把戈亚接到中路来打架。对，配墨子会好用，墨子这个对线猛，然后中期开始拼一些拉扯的时候，跟沈梦溪这里打消耗也猛。对，好看他这召唤师技能选择，重阳是个惩击，润润是个狂暴，这就已经是要拿对线优势了，拿对线优势，然后用惩击去拿小野。这个成绩已经告诉你前面的中立生物不要想了，我全部都要收下。是的，
那第二季的话，他侧重应该是进去之后看到你戈亚是这么带的话，就会直接走中路了，直接走中，然后看看 UUG 他有没有那种把戈亚放在中路的想法。如果把戈亚放在中路，那岂不是就失去了一开始先抢戈亚以及 BP 布置的这个思路在了？他可能还是先保戈亚的发育更优吧。他走中路就是跟你追对线，跟你追对线，然后追着你打。那这把润润戈亚的出装，你觉得他是更偏向佩恩的那种求稳的，还是偏千城那种？还是千城那种末世无尽破晓。可能更适应赛场一点，因为他们这个阵容也没有爆发伤害的。是的，只能说是中期依靠着凯的这个坦度以及沈梦溪的持续消耗，他们的抱团打架能力会比较强，还有张飞的正反手。然后后期的话，可能就要看阿蛋的夏洛特的切入了。然后整体的话，佛山 DRG 这把的阵容跟他前面几场比赛拿的不是太一样，而且在中轴上又补了一手真机。他用了这个赛季第一次使用的孙策。今天在赛前的时候还跟黄超在聊，其实上一场佛山 DRG 对阵到重庆狼队的时候，他们的打法已经开始做转变了，开始做对抗了，不再去继续使用他上个赛季的打法了。对，还是要迎合这个赛季主流的一些中野辅对抗上的打法。两支队伍其实从队伍数据来看的话，佛山 DRG 这个赛季终结比赛能力相较于上赛季是有所下降的，且在野区入侵性啊、经济、场均补刀等各项数值都有下滑。但 UUG 的话，其实他在补刀数和野怪以及对方野怪控制力都在16名开外，它的基本功相对于佛山 DRG 是要更差的。但是 UUG 我们也知道，在第一轮的时候，他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，这支队伍非常擅长打一些主动进攻，就看前期的碰撞了。一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一局交手，蓝色方佛山 DRG， 红色方长山 UUG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大家好，我是九如黄超。这个开局的话，佛山 DRG 是知道你会把戈亚放在中路，就直接不让公孙离走中，跳过了这一个环节，一下子就把他放到对抗路上去了，避开了。对，但这样的话 ，UUG 还是可以直接过中线，他过中线，然后让戈亚追到上路去。公孙离对夏洛特，然后让孙策抢下路发育路的线权。然后戈亚、张飞抢完中线直接往上靠，等张飞一个盾，掏完盾立马上去消耗一波公孙离。打了2个强普，然后有惩击，这个赤甲的话没意外应该是张飞的，稳稳控住，惩击拿掉，然后家里面劣质也可以速刷，再拿个空间之灵，拿完空间之灵再到中路去。然后 UUG 这边的话，沈梦溪选择去帮凯做提速了。对，这个空间之灵。看 DRG 有没有想看的想法，不太好看，不太好抢。对，就只能让斯宝张望了一眼。是的，然后让夏洛特去中路过渡一波，然后后面跟沈梦溪再换一下线，夏洛特就去下路，然后沈梦溪换到中路了。来看公孙离有换线的想法，应该等下一波吃完。但是戈亚也没漏。对上了。对，然后这波的话应该就正常过后线，上路过后线，然后中路吃一个中野辅抢线。不出意外 ，DRG 中路应该能抢到线权，然后可以往上包一下。小资源去接了，先把3号给打掉。这里看到婉婉的第一视角，戈亚在中路漏了一下，然后又往上靠了。这波。一个4级戈亚，跟张飞直接守着这赤甲的刷新，正好重阳手里面捏了个惩，这个赤甲还是UUG的。沈梦溪草里蹲，还好梦兰这里可以换伞，他被沈梦溪2炸了一手。戈亚的大招没撒好，没有盖到公孙离。对，但也把公孙离的狂暴给逼出来了。上路的空间之灵 UUG 可以控。这把 UUG 的线上打得挺凶的，对，因为他追对线追到了，而且沈梦溪刚才的一个出其不意的 gank 思路是打了梦兰一个猝不及防。梦兰这里也要小心一些啊，这个赛季他的总死亡次数和被一血次数都是排在了发育路的第1。本来这个沈梦溪他出现的地方一直是中路和下路，是的，然后这波冷不丁的来个上路，然后还持续蹲一波，这公孙离就被压得很难受了，一直都是半血的状态。刚刚 TT 语音的实时预测3问都是看好了佛山 DRG， 要赶紧把斯宝叫过来补点血量了。
但我感觉润润他应该是补刀上的基本功差一点，他补刀没补好。你正常来讲，张飞这么帮他控资源，他经济肯定是高梦兰的，但梦兰这边反而是经济高了润润100块。这个补刀数的问题，包括场均野怪的控制率问题，是 UUG 整个团队的问题。就是因为新加入到 KPO 嘛，确实基本功上相对来其他 S 组队伍要差一些。是的，所以在这种局势上，看着好像梦兰被压了，但梦兰经济没落后，每次把经济面板切出来一看，哎，经济没掉，对，那这个完全能接受。这时候队友这波有空隙来上路，直接帮忙把赤甲控到。我们都说 UUG 这一轮是误闯天加。可能游戏细节上暂时跟 S 组的强队还没有的一拼，但是我觉得他在局内很多的这个尝试跟果敢是大家值得去学习的，包括这一把打得非常主动。这把戈亚也是先做闪电匕首的，然后看夏洛特这个位置还不错，张飞吼晕了一个少资源，接不上了，什么是在给雷，伤害有点不足啊。看大司命的位置，越着一技能的往生图做了下去，云离这里状态不是很好了。花园进场也打了一套控制链，那两边互换了一波技能，应该要点到极致了。这龙团前面拼得很激烈，第一时间状态全部低了，然后双方没选择摸这条龙，直接先回家速过野区。前4分钟的视野占比的话，河道视野基本上上半图都是 UUG 这里。是的。UUG 还是利用这种惩击张飞和戈亚在前期的强度，一直在上路控资源，还有他们开局的部署和追对线。对，这波因为戈亚是还在上面的关系，直接开始接手红区了，拿个红 buff 再来压这个公孙离。这把梦兰虽然对线上受到了极大的压制，但是自己的补刀细节各方面做得还不错。但现在这一下红 buff 拿完，再加上刚才戈亚又是吃中路，又先过的上路，这个经济差已经开始拉开了200块钱。但也不多。接下来应该要打换线节奏了。这条龙的话 ，UAG 也能摸掉，还有惩击，先站的位置。看了一眼。然后戈亚可以继续来中路蹭。公孙离是不能来中路试的，他们这个阵容的话，因为他上路被压得很难受，上半区河道视野又都是 UUG 的。他只要有一波来中路，他这个后面转上去，这个上塔是必掉的，所以他只能缩塔下。那这波看看有没有队友协防。帮忙拦截一下凯，少资源在压位置，大司命可以穿墙过来，交个1技能帮忙协防一下，用2技能分割一下战场。然后 UUG 这边可以等个小野刷新，刚好有个蜥蜴，这蜥蜴可以反一下。真姬的位置也被沈墨熙探出来了，云离直接交个惩，把蜥蜴拿下。仗着自己手里有大招。对，而且这波打下来的话 ，UUG 就可以把商塔推掉了。而且中路也拿到了线权，那第2季的野区视野被全面压缩了。这一波明仔被迫逼了一个闪现，张飞赶紧大招拆火。哇，张飞这个大招吼的很有画面，把第2季的一个进攻的态势吼得4分5裂。与此同时，刚刚花园在河道的位置也卡住了阿蛋的夏洛特。对，其实夏洛特这波的话，阿蛋想的还是太团队了。他想的是队友这波已经进到对面蓝区，要反一些小资源再转到中，他怕打起来，他怕打起来，所以说他是靠着中右河道的，靠着中右河道，尤其靠着中右草，所以他下路的线就没有管，导致于被花园一个人给单带掉了。不然正常来讲，夏洛特和孙策2个人就在下路1打1，这个下打怎么都不会掉。对，按场上的形势，就是想法上面太团队，怕正面的队友出事。我们再看场面上的经济啊。现在依然是咬得死死的，甚至第2季开始小优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些补刀细节的基本功上的差异。哎，四宝少资源这一时闪现过去，留不住，没人能跟。他又出的是个星拳，这波他应该是想闪现过去定一下，然后看看公孙离那边能不能跟进去，但是发现距离有点远，是的，第一时间就停手了。然后孙策这一波是开了船下去。处理的下线，那么上半图正好是个5打4，张飞一吼到了少资源，真姬给了一手控制，再接一个大招，少资源大招的也泼了过去，有大司命大招坐地，但是夏洛特倒了，被公孙离给收了，这是一波4打5啊！这波其实卡人就行了，阿蛋不用冲进去了。然后一堆人全部挤在了一块，被真姬的控制力给打满了。孙策这波1技能可以抬2个，大司命追着抽，大招也是补了一下控。大司命还可以持续再追击，张飞走不了了，没有大，只能原地等死。这个红 buff， 我看婉婉应该还是想控一下的。还有3秒钟，惩击马上也好了，可以控。云离的惩击 CD 还没有转好。
这波悠悠季很炸，本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进攻。5打4，刚刚其实花园的位置还没有往过靠的。对的。但就是人群太扎堆了，全在野区出口的那个小的入口那里。那个时候给到威胁，把人往后卡到高地入口处，然后直接让润润把2塔点掉，然后再转回中路就行了。再看一下这波回放，我们来回看一下，这波正常就是兵线顺进2塔，然后去给防御塔压力。 然后先赶人，张飞这边吼跟凯2个人直接去卡，把人卡住之后，然后互交一波技能。这时候甄姬少苏也把技能交了之后，阿蛋就不用2闪冲进去，他就在边上在那晃着就可以。还有刚刚早点的这手冰柱子和大招，真的给的非常好，一个柱子顶起了3个。稍微有些着急，想要造击杀。 应该是看到了正面是对方是少人的情况。对，但他刚才的一些掉点，最终造成的一个影响就是经济上面直接被 DRG 超了有1000多块钱。对，快要接近2000了。先拿一个先知主宰，看这波中线甄姬直接先给冰柱卡人，公孙离上去抽了一套戈亚的状态。戈亚已经掉到了1/3血量了，而且没有续航，这波他得回去补给了。是个血包。 这把润润的出装是闪电匕首加无尽战刃，我感觉他想闪电匕首加无尽，然后加一个制裁，因为这把对面有大司命和少司元。摸进来，这波双前排顶着挤不进去，这个红 buff 戈亚是可以拿到的。 现在前4分钟，UUG 的主动节奏已经荡然无存了，而且 UUG 现在有些打不动人了。对，缺伤害。沈梦溪这里出装也是梦魇之后直接出了一个面具。这时候大司命是有些无敌的。不祥征兆加上一个不死鸟之眼，6500的经济。有大司命顶着，然后甄姬在后面不断的丢小技能。 消耗 UUG 的状态，而且因为前面常让 UUG 频繁在抱团50去打 DRG， 但没有找到掉点，所以花园在下路带线带的很舒服。这波黑长爆弹想单点突破，但是没有倒。点。张飞这一波火行接的也不是很好，孙策想反打，但这个船没砸到合适的 C 位。他想绕开张飞去撞沈梦溪，但角度还是没找对。沈梦溪有2，能浮空。那看一下这个龙的位置在拉托的边缘。 婉婉在那看着，这个时候张飞是没大招，但是他们有个双城，这个龙拉脱了。甄姬的冰柱在卡一手，凯想要位移上去找对面的后排，但是花园的位置绕在了红贝草里，在等自己的大招。船已经消耗，云离开大招顶上去，甄姬撒了个大招，看小火车这边进场，一个被动直接砍3个，公孙离侧翼也是给了波输出。点传，凯的位置稍微有点脱节啊，再给到持续的冰冻控制。少司元先倒。 那侧翼的位置，张飞这个盾原地跳了，大招也没转好，被梦兰的公孙给收了。两边游走互换。团战的实时伤害，果然 DRG 这里甄姬弹了很多呀。UUG 这里则是戈亚打出了最高的团战实时伤害。其实刚刚这波团 UUG 开的已经很不错了。 但可惜的龙在拉托边缘，阿蛋想操作，甄姬手里闪现没好，还好有1技能保命，然后孙策再接传，还是急了。龙是被云离拿到了，但其实夏洛特卡位置迂回就行。夏洛特这波真没必要，因为婉婉，当时我看了一下，婉婉惩击是没好的，而且婉婉没状态，而云离那边的话惩击是好的。还有刚刚早点一波极限的保命，先看这个龙团的。 回看，这波凯已经开启了大招上去 B 位置。对，先骗一波技能，然后阿蛋这边再跟一波输出，然后先把少司元给切了，把少司元切掉之后往后拉，然后我们看这里本以为点到为止，谁知道张飞跳上去了，然后又是一波龙团。 婉婉的状态不是很好了，这个大招没抬起来，被戈亚给收了。但是公孙离在后面是收掉沈梦溪，自己再个大招推过来，再配合上甄姬的一个冰柱，还想再留一个定身刨了过去，有冰冻，凯这里要先再拉扯，躲开夏洛特，没闪现，想反打1打4有点勉强了。哇，这一波团，这波团梦兰开始游龙，是的，红蓝 buff 加深了，再做个顺风传，直接到下路来。 这才12分钟55秒啊！下路的高地可以直接点掉。看到凯追着点，各种连控，甄姬大招再把他赶走之后想一波，
兵线已经送进去了沈梦，13分钟。溪出来，一个大招伤害是不够清线的。想清兵有点勉强了，直接点到水晶，让我们恭喜佛山第二季。从10分钟龙团的开始，明显感觉到长安 UUG 越来越急，越来越急。其实前面抓